2014年初冬，台湾海军正式发布了未来15年的军事发展蓝图，重点推进一系列创新造舰项目。其中，鸿运计划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这不仅仅是建造一艘万吨级两栖船坞登陆舰的计划，更标志着台湾军事工业的一次重大突破。该舰于2021年投入使用，其迅速的建造速度令人瞩目，成为台湾自制舰艇中的佼佼者。为什么台湾选择优先发展两栖船坞登陆舰？背后有深刻的战略考量。接下来将从装备性能、战术部署和战略价值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剖析。为保持低调，这艘舰在公开场合被称为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被命名为玉山舰的 LPD 1401，标志着台湾海军两栖作战能力迈上新台阶。其设计灵感明显借鉴了美国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登陆舰，但在尺寸和成本上进行了精心调整。满载排水量控制在1万吨以下，舰长约153米，宽度和吃水深度也相应缩减，以适应台湾的具体需求。尽管体型较小，但其作战效能却不可小觑。玉山舰拥有丰富多样的作战与支援功能，它不仅可以搭载大量海军陆战队士兵、两栖登陆艇、装甲车辆和直升机，还配备了雾舱和直升机甲板。雾舱的灵活运用，使得两栖装备能够迅速从舰内出发，直接投入战斗，大大缩短了登陆作战的准备时间。而直升机甲板的存在，让垂直登陆成为可能，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更多选择。除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外，玉山舰还注重隐身性能和自动化水平。其舰体设计采用了先进的隐身技术，减少了雷达反射面积，降低了被敌方探测的风险。同时，舰上大多数装备采用隐藏式设计，进一步增强了隐身效果。此外，玉山舰配备了先进的自动化系统，提高了续航力、最大速度和海上自持力，为长时间海上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与以往的两栖舰艇相比，玉山舰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实战需求和现代化标准。它减少了对岸上设施的依赖，降低了人力需求和作业成本，提高了独立作战能力。这些改进不仅提升了玉山舰的作战效能，也为其在未来的海战中赢得更多优势。在承载能力上，玉山舰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其雾舱设计精妙，能够轻松容纳一艘 LCU 通用登陆艇以及4艘 LCM 机械登陆艇。这样的配置确保了多样化的登陆作战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外，舰内的车库宽敞无比，足以装载9辆 AAV7型两栖突击车，为快速登陆作战提供了坚实的装甲支持。更令人瞩目的是机库与飞行甲板的设计，机库内稳稳停放2架 UH-60中型直升机，而飞行甲板则能够露天停放或起降诸如 CH-47D 等重型直升机。这一航空能力的飞跃，使玉山舰在航空支援与垂直登陆方面远超台湾以往的两栖舰艇。在人员承载方面，玉山舰同样表现出色。它精心规划了673个船位，其中船员约占180至190名，剩余空间足以搭载约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这样的人员配置既保证了舰艇的正常运作，又确保了执行任务时拥有充足的人员储备。回顾玉山舰的交付历程，2022年9月30日这一天，标志着它正式加入台湾海军的行列。然而，要真正投入服役，还需经过严格的海上测试。在典礼上，5艘采用5383全铝合金材质制作的 LCM 登陆小艇惊艳亮相，它们以微型底设计著称。满载时船速超过21节，油耗与船速均优于海军需求规范，为玉山舰的登陆作战能力增添了新的亮点。在自卫能力方面，玉山舰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台湾首艘搭载中程防空导弹的两栖舰艇，它配备了包括舰首75克瓦查76毫米快炮、舰体前后的15克瓦查方阵近防系统、舰桥后方的30毫米遥控机炮，以及4联装海舰2防空导弹发射器在内的多种先进武器系统。这些装备使得玉山舰在面对空中威胁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有效进行防御。相比过去主要依赖射程约8000米的40毫米快炮和20毫米机炮、机枪的自卫武装，新型玉山舰的防御火力显得更为强大。旧型两栖舰艇虽然也配备过短程MEM-72海军防空导弹，但其射程仅有5000米，且不具备反导能力，在现代海上防空作战中效率不高。
新型玉山舰不仅在火力上有了质的提升，配备了更先进的防空和反导装备，使其在面对现代化海上威胁时，具备更强的自卫和作战能力。进入21世纪，随着反舰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它们已成为现代海战中舰艇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玉山舰在武装配置上进行了精心规划，重点强化了防空与反导能力。该舰安装了16枚射程至少达30千米的海剑2防空导弹，这些导弹不仅具备拦截反舰导弹的卓越能力，还大大提升了舰艇的远程防御范围。相比之下，美国圣安东尼奥级2栖船坞登陆舰虽然装备了2座21连装49克瓦查短程导弹发射器，在备弹数量和持续作战能力上有所优势，但其射程却仅为10千米，远不及海剑2导弹的远程打击能力。此外，玉山舰还装备了一门76毫米炮，这款火炮不仅能够有效拦截10千米内的反舰导弹，还可在必要时执行对岸轰击任务，进一步增强了舰艇的多任务作战能力。这些武装配置的升级，不仅彰显了玉山舰在自卫火力上的显著提升，更体现了其设计和技术上的现代化理念。除了强大的防空与反导能力外，玉山舰在自卫火力方面同样不容小觑。它装备了2门与圣安东尼奥级相同的20毫米口径方阵快炮，用于快速拦截2000米内的近迫目标。同时，该舰还借鉴了美军的经验，安装了2门位于舰身中段的30毫米机炮。这些机炮能够有效应对小型无人机或快艇等现代海战中的新兴威胁。在战略层面，台湾现有的2栖登陆舰数量有限，且运载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军事需求。而玉山舰凭借其强大的承载能力和自卫火力，将极大地强化现有登陆舰艇的运作能量，为台湾海军陆战队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首先，玉山军舰的批量建造将显著提升台湾海军的2栖作战能力，其强大的运载能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得该舰能够灵活应对各种作战任务，从传统的登陆作战到现代的海上威慑，无所不能。更重要的是，玉山军舰还具备执行分散式杀伤、反潜母舰等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其次，玉山军舰的引入契合了现代海战中的分布式杀伤概念。这一概念强调，每艘舰艇都应具备独立作战能力，通过数据链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导弹的精确打击。玉山军舰凭借其宽敞的甲板和舱内空间，为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实施提供了理想平台。未来，随着台湾海军装备的进一步升级，如 M142多管火箭导弹发射车和 MGM-140战术导弹的引入，玉山军舰将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分散式杀伤攻势作战，提升海军的海上打击能力。此外，玉山军舰在反潜作战方面也展现出了强大潜力。与过去台湾海军拥有的登陆舰艇相比，玉山军舰首次设计了固定式机库，能够容纳2架中型直升机，并具备在海上维护和保养直升机的能力。这一设计使得台湾的登陆作战和运补行动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直升机进行垂直登陆和快速补给，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和灵活性。同时，玉山军舰的航空能力也远强于过去的 LSD 型舰艇，为海上作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战术选择。总而言之，玉山军舰的服役是台湾海军2栖作战能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提升了台湾海军的运载能力和作战灵活性，更为台湾海军在未来海上作战中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持和保障。根据其他操作2栖舰艇的经验， LSD 船坞登陆舰因为舰体较大，能够容纳更多的直升机、维修人员和设备，因此舰上的直升机维护能力更强，续航力和海上自持力也更出色。因此，在需要时， LSD 可以起降反潜直升机或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无人机，成为反潜作战的重要节点。随着台湾海军在海上大型舰艇操作直升机方面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玉山军舰有可能改装成全通式甲板的2栖登陆舰，甚至是2栖攻击舰，以提升其直升机和垂直起降固定翼机的操作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玉山军舰不仅具备强大的军事用途，在和平时期也能在救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全球2栖登陆舰的发展趋势一致。例如，在2004年大海啸和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情中，灾区的道路交通严重受损，
派遣2机登陆舰，利用舰载直升机进行搜救和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救灾任务方面，玉山军舰拥有宽敞的空间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可以在海上进行手术，充当海上野战医院。如有需要，还可以搭载更多的医疗人员和设备，为受灾地区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其宽广的舱内外空间可以储存大量饮用水、油料、食物、车辆和抢救工具，并以较快的航速将大量救灾物资运送到目标区域，极大地提高了灾区在黄金救援时间内的运作效率。过去，台湾海军曾多次利用2栖舰艇进行救灾行动，例如，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后，海军派出通用登陆艇“和潮号”与“和公号”，运送100吨物资进入台东灾区，并以抢滩上岸的方式，为因交通中断而导致物资短缺的台东太武地区提供了及时的补给。在2013年，海燕台风重创菲律宾和帕劳，造成严重灾情。台湾海军派出中和号战车登陆舰，在康定级巡防舰的护卫下，2次执行慈航专案，前往菲律宾苏务港和帕劳赈灾。例如，在前往帕劳的任务中，中和舰运载了16、8吨白米、1000箱泡面、60间组合屋和30座600加仑蓄水塔等物资，其强大的救灾能力得到了友邦的高度赞扬。因此，玉山军舰的服役不仅提升了台湾海军的2栖作战能力，也为台湾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其多功能、多用途的设计，使其能够在维护安全和参与救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彰显了台湾对和平与稳定的贡献。随着台湾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强，玉山军舰将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